Hello，大家好，我是 No 哥，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唯一的 T0牌组奇拉蒂娜达克莱伊。这套牌组的胜率是目前最高的，有56%以上。这套牌组的强势最大原因就是它会比较稳定哈。现在的牌组呢都比较偏向依赖糖果，这套呢是不需要的，它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些哈。接下来的就是 T1 牌组，本周 T1 牌组有非常的多哦，这也是证明了现在的环境百花齐放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第一套甲贺忍蛙电的花舞鸟，一张奇拉蒂娜和一张的谢米。这套牌组也是专门呢来针对现在的 EX 宝可梦的。谢米呢是防止对方有放头盔，可以提高花舞鸟的生存能力。这套牌组还是蛮不错的哦，只是说能量有时候会比较卡一点点。喜欢混能量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哈。好，接下来的第二套是魔幻假面喵搭配橘色塑胶。这套牌组也是专门来打 EX 宝可梦的，但是橘色塑胶呢，它对小人牌来说也是非常的强哈。只要对方有受伤2颗能量，就可以打100的高伤，或是2颗能量直接打80，这都是非常高伤的。魔幻假面喵打 EX 宝可梦呢，又可以打130哦，所以呢还是蛮强势的。再接下来的就是奇拉蒂娜、塔普叠叠和甲贺忍蛙。塔普叠叠非常的强哦，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它1颗能量呢，就可以对对方造成对方每1颗能量20点伤害哦，是蛮好针对现在 T0的奇拉蒂娜和达克莱伊。奇拉蒂娜在后面充能，我们可以用塔普叠叠直接打它哈。甲忍蛙呢，也是可以去消耗对方的血量，然后等到我们奇拉蒂娜足够的能量了，奇拉蒂娜就可以出来收割哈。接下来的就是战锤龙搭配路卡利欧，还有一张的马夏多。这套牌组呢，近期的使用率呢有点下滑哦，但是战锤龙还是非常的强啊。再来的是烈咬路杀搭配战锤龙，烈咬路杀的这一套呢，我觉得是蛮吃这个运气的。170的血量，再加上莉莉艾可以帮他回血，其实还是蛮强的。或是说我们也可以撤退，让战锤龙出来打伤害。但是烈咬路杀的它第2个技能呢是需要3颗能量的，所以你要提早做出来的优势会比较大哈，不然的话可能能量会不够。然后再来的是电的花舞鸟和自爆齿怪。那这套牌组呢，不管是打 EX 宝可梦还是打小人牌组呢，也是非常的强哦。现在游玩的人数呢，也是逐渐的在下滑，但是呢，还是非常的强势啊。然后再来的是新喷火龙搭配赤焰咆哮虎。这套牌组比起纯的新喷和纯的咆哮虎，它的胜率呢是来得更高的，也算是目前蛮多人使用的因为呢它非常的简单哦，只要有糖果成功进化了，喷火龙1颗能量就可以直接用技能填满能量，下个回合呢它就可以直接打出150的高伤哦。炽热咆哮虎呢1颗能量可以打30，再加灼伤就是50啊。3颗能量有受伤的话是可以打出140的高伤，遇到电的花舞鸟还是有机会用灼伤把对方给解决掉的然后再来的是叉字符尖牙龙和阿尔宙斯。这套牌组顺起来的话呢，非常的夸张哈。接下来的是双化石牌组，化石翼龙 EX 和战锤龙搭配狼人。这套牌组只要你的化石不卡的话呢，非常的强势哦。花石翼龙，如果你提早进化了，对方他就没办法在前排进化他的宝可梦，这样子的也可以压制对方的进化速度。战锤龙1颗能量就可以打130，非常的强势哈。T1 的最后一套就是狼人搭配战锤龙。这套牌组比起上一套在本周的胜率呢是比较低一些的哈。这一套呢前期比较依靠狼人来打的伤害，战锤龙是来做一个收尾的。接下来是 T2 牌组，本周 T2 牌组第一套魔幻假面喵搭配冷艳美后。冷艳美后1颗能量有机会打出150的高伤，然后魔幻假面喵是来专门克制 EX 宝可梦的。这套牌组呢能打 EX 宝可梦和小人牌组还是蛮不错的哈。再来的日神搭配盔甲鸟，这套牌组原先是最多人游玩的，每一周呢它的胜率都逐渐的在下滑哈。本周是直接来到了 T2哈，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掉到 T3啊？它算是一个速攻牌组吧，只要在第2个回合它成功进化日神，基本上它就会锁定胜率那比较害怕的就是它卡这个进化啦。再来的是纯的赤焰咆哮虎，还有纯的喷火龙，这2套牌组都是非常依赖这个糖果的。他们的问题呢，跟上面的日神是一样的，只要你能在第2个回合进化出来呢，你的胜率就会非常高，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非常的难打哈。这次喷火龙有带了1张的尾熊，那尾熊呢是来专门针对电的花舞鸟的。
它2颗能量打70呢，是可以把花无鸟直接带走的哈。谢米是要维持续航能力的。本周的这一套牌组的胜率是最高的哈，也是蛮有趣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哈。接下来的 T2 最后一套旧的喷火龙加火焰鸟，还有带了一张阿罗拉的肯泰罗。这张阿罗拉的肯泰罗3颗能量打80，它是用来打这个电的花无鸟的。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游玩次数和胜率，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啊。我是没想到这套牌组呢，竟然在比赛的环境还有那么多人会去使用，和它胜率也是蛮不错的哦。接下来的是 T3 牌组，只有一套，就是月神。这个月神是搭配奇拉蒂娜和一张的耐克，还有一张普通版的奇拉蒂娜。这套牌组比较需要烧脑哦，因为呢它是一直需要呢转移它的这个能量的。在前几个回合，奇拉蒂娜基本上是来充能的，之后我们可以把能量转给我们需要输出的对象，比如说我们可以转给月神，毕竟月神的180的血量嘛，非常能扛。然后它3个能量呢可以打100。他打完之后呢，如果他受伤了，你觉得他危险了，那他可以花1颗能量撤退，可以让我们的普通版的奇拉蒂娜去打，或是让耐克来打这120的高伤也是可以的。那耐克打完了，他又需要撤退，但是耐克呢，是需要2个撤退能量的。这套牌组的就是每一次做输出的时候呢，都需要一直的转移能量。那能量呢，越转呢就会越少，因为呢它是需要吃到这个撤退能量的。所以比较建议的是，月神如果能连续作战2个回合的话呢，这样子我们的能量数量会比较足够哦。最终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奇拉蒂娜来打出这个130的高伤。接下来就是强势的牌组，但是游玩次数比较少的第一套好胜毛蟹甲贺人蛙。这套牌组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哈。好胜毛蟹1颗能量可以打40，第2次打就可以打80。甲贺人蛙又可以在后面的去丢这个手里剑，必要时候也是可以出来打这个60点的伤害哦，非常的好用。接下来的就是纯的大针锋，这个大针锋是打一个速攻牌组啦，只要你第2个回合进化出 ES 的大针锋，那你就可以呢每个回合丢对方的能量，但是对方抽不齐能量，他就没办法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或者是说你可以召唤普通版的大针锋，1颗能量就可以打70哦，算是一个速攻牌组来讲的还是蛮不错的。接下来的就是诅咒娃娃搭配1张的超梦和2张的卡普叠叠和1张抛弃的花无鸟。超限花无鸟1颗能量可以报仇打80哦，非常的强。卡普叠叠的1颗能量就可以针对对方能量数量来导致这伤害，也是非常的厉害。那诅咒娃娃本身就可以封锁前排的能量，它不能填能量嘛，所以这整套牌组呢非常的恶心，但是它要游玩的时间也是会比较长一些哈。只要恶心牌组的朋友们也是可以试一下的。今天呢最后一套就是卡比兽搭配甲贺忍蛙还有奇拉蒂娜。没想到呢，这套牌组在上一周还是蛮强的，这一周呢直接胜率掉的蛮多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少人在游玩哦。这套牌组呢个人游玩起来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卡比兽我个人蛮喜欢的哈。好，那本周的强度排行榜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们呢，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